暴雪末世来临，气温降至零下800度，我却坐拥一个便利店，物资堆成山。前世抢我物资的邻居冻得发抖，没吃没喝，堵在门口疯狂敲打，说道：“我需要这良心，良心你给我吃了吗？”良心！我随即拍下火锅视频发业主群，配文下雪吃火锅好爽。我重生了，回到了暴雪末世降临的前4天。我正坐在母亲留给我的便利店里，收音机播报着反常的降温预警。上一世就是在这里，邻居王大壮带头撬开了我的店门，抢走了我所有的物资，而我的未婚夫刘彬彬则搂着我的表妹柳如烟，将遍体鳞伤的我推出了家门，任由我冻死在零下80度的风雪里。老板，来瓶可乐。一个声音打断了我的思绪，是王大壮。我忍下恨意，递给他一瓶可乐，一句话都不想多说。看着他离去的背影，我在心里冷笑。别急，我们有的是时间慢慢算账。晚上回到家，刘彬彬系着围裙，像个居家好男人一样，端着盘子从厨房出来。宝贝，尝尝我亲手做的菜。我瞥了一眼门口垃圾桶里几个高档餐厅的外卖盒，胃里一阵翻江倒海的恶心。他7年都没进过厨房，更别提做饭了。饭桌上，他殷勤地给我夹菜。小白，我们结婚吧。好啊。我倒要看看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我压下恨意靠在他身上，结婚是大事，我送你一辆劳斯莱斯吧，就是还差一点钱。刘彬彬眼睛一亮，差多少？50万。刘彬彬的脸瞬间垮了下来。我妈那笔遗产我一直没动，就为了我们结婚用。你想想，开着劳斯莱斯办婚礼，你在兄弟面前多有面子。他咬牙切齿地憋出一个好字。手机叮的一声，到账50万，加上我自己的存款，现在我手上有了100多万。末世要来了，这钱足够我囤满一屋子的物资，舒舒服服的过冬了。暴雪末世倒计时还剩3天，一大早我就来到便利店，货架后面有扇门，可以通往地下室。小时候听老妈说过，以前没冰箱的时候，这地方就是个天然大冰窖，囤货特别好。拧开木门，一股凉气扑面而来，我拿手电筒扫了一圈，足足240平。我以装修为借口，把便利店暂停营业了，找到全城最好的装修公司，让师傅把便利店里外、地下室都用最好的隔音棉和保暖层给包了个严严实实。我还特意嘱咐，地下室的通风管要加长很多，到时候极寒末世来临，大雪封门全靠这里的空气了。还有门窗，我要求全部加固，玻璃换成纳米防弹级别的。便利店大门，我要银行金库那种级别的防盗门，再装上360度无死角的太阳能监控。上一世那些坏人破门而入的画面，我这辈子都忘不掉。我倒要看看，这次谁还敢来打我便利店的主意？10万块砸下去，3个师傅1天之内就完成了所有改造。第2天，我开着进货用的小货车，冲进了本市最大的批发市场。便利店里基本的生活用品都有，接下来要做的就是查漏补缺。我先订了10床顶级加厚羽绒被，1张2米宽的大床，还有2个双开门大冰箱，全部送到地下室。接着，我买了200斤柴油和10个大功率柴油发电机，500个固体酒精块，500个防风打火机，50箱暖宝宝。我还买了600斤猫砂。极寒天气里上厕所也是麻烦事，这些猫砂够我用1年了。吃的方面，我采购了1000斤大米、1000斤面粉、500斤大白菜，还有洋葱、胡萝卜、土豆等待储存的蔬菜，每样都来了300斤。肉类方面，牛羊肉买了500斤，猪肉500斤，屠宰好的鸡鸭100只，又买了50斤腊肠和50斤腊肉。最后，我还在一家饺子馆预定了3000个手工水饺、猪肉玉米和3鲜虾仁馅等各150份。为了不引人注意，我特意分了好几个地方采购。可就在我准备离开时，一个熟悉的身影撞进了我的视线。我的好表妹柳如烟，她的购物车里塞满了大米、面粉、成箱的泡面和矿泉水，手里还抓着一大包卫生纸。看到我，眼神明显慌乱了一下，强装镇定地说：“表姐，我来阳城玩，顺便买点日用品。”我看着她满满一车的生存物资，心里咯噔一下，难道她也重生了？回到便利店，将物资一番整理后，我已经累趴了。不过，当我躺在地下室2米的大床上，看着周围堆得满满当当的物资，感觉一切都值了。刚想休息，手机连续进来几条信息：“宝贝，咱俩不是说好今天去领证吗？宝贝，快回我消息，你到底在哪儿？家也不回，是不是外面有人了？”我随手回了一句：“在外面给你买劳斯莱斯。”第2天一早，暴雪末世倒计时1天，我必须回家一趟，取走我所有的重要证件和换洗衣物。为了避免和那对男女碰上，我打开了家门的手机监控。监控画面里，刘彬彬和柳如烟正抱在一起。亲爱的，你到底什么时候跟我表姐领证？明天极寒就要来了，等她一死，那笔巨额保险金就都是我们的了。宝贝，你放心，我今天就搞定。等拿到钱，我们就离开这个鬼地方。我关掉监控，没有感到愤怒，反而笑了。我直接给刘彬彬发了条信息：“我们今天就把证领了。”他几乎是秒回：“好，我马上到。”我在领证的地方等他。他来的时候，柳如烟也跟在后面，躲在不远处的一棵树后，眼神怨毒地看着我。我故意扑进刘彬彬怀里，搂着他的脖子，笑得格外灿烂。我拿出手机，对着我们俩拍了张亲密的合照，然后发了朋友圈。我看到柳如烟的脸都气绿了，转身跑开。领完证，刘彬彬借口要去庆祝，我拒绝了。我知道他是要去和柳如烟碰头，
商量怎么拿到我的保险单。我则趁他们离开，迅速打车回家，拿走了我的身份证、户口本还有所有的羽绒服。离开前，我在客厅、卧室和厨房最隐蔽的角落都安装了针孔摄像头，我要亲眼看着这对狗男女在末日里是如何挣扎的。最后，我走到墙边，伸手拿走了挂在那里的空调遥控器。当天午夜，暴雪如期而至。极寒末世第一天，气温已经骤降到-20度，窗外是死寂的白色世界，鹅毛大雪覆盖了一切。而在我240平的地下安全屋里，温度计稳定在舒适的25度。我窝在柔软的沙发里，百无聊赖地打开了安装在家里的监控。18楼的家中俨然已经成了冰窖，刘彬彬和柳如烟裹着所有能找到的被子和衣物，缩在墙角，冻得嘴唇发紫。就在这时，监控里传来柳如烟颤抖又恶毒的声音：“亲爱的，我们一定要挺住，只要我们像上一辈子一样，把小白那贱人赶出去冻死，熬过这3个月，房子、便利店，还有他妈留下的钱，就都是我们的了。”刘彬彬哆哆嗦嗦的附和：“对，我们坚持住，到时候一切都是我们的。”我看着监控画面，心中最后一点犹豫也烟消云散。原来柳如烟也重生了。我正盘算着怎么让他们更痛苦一点，刘彬彬的电话打了进来：“小白，你在哪儿？家里空调遥控器不见了，你快回来，如烟快冻死了。”我轻笑一声，拿起手边那个熟悉的遥控器，拍了张照片发过去。“你说这个吗？”“对，就是这个。小白，看在我们7年的感情上，你快送回来吧，我给你钱。”“好啊。”我慢悠悠地说，遥控器10万。10万？你怎么不去抢？刘彬彬这只铁公鸡舍不得花钱买，我等他冻得实在受不了的时候，自然会跪下来求我。这不，他在业主群里求助借遥控器，结果没人理他。几天后，气温更低到了-40度，走投无路的刘彬彬主动低头求我卖给他遥控器。我走到便利店厚重的防盗门后，打开了那个小小的交易窗口。几分钟后，刘彬彬那张冻得青紫的脸出现在窗口外，他把手机屏幕贴在防弹玻璃上，上面是10万的转账成功记录。我将遥控器从窗口推了出去，刘彬彬一把抢过去，如同抢到了救命稻草。遥控器怎么没有电池？你也没问啊，电池1万一个，真好，轻轻松松赚了渣男12万。我心情大好，决定吃顿火锅庆祝一下。卡式炉点上，浓郁的牛油麻辣锅底咕嘟咕嘟的翻滚着，肥牛卷、鲜毛肚、金针菇、土豆片，各种食材摆了满满一桌。我夹起一片肥牛，在滚烫的红油里涮了7、8秒，蘸上香油麻酱蒜泥，一口塞进嘴里。好东西不能独享。我拨通了刘彬彬的视频电话，他俩以为我心软了。柳如烟甚至挤出了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容。我坏笑着切换了后置摄像头，将镜头对准了面前热气腾腾的火锅，360度无死角地给他们展示了一遍。镜头里，两人的表情从期待瞬间变为呆滞，口水仿佛要从屏幕里流出来。小白，我求求你，给我们一点吃的吧。刘彬彬的声音充满了卑微的乞求。滚！我干脆利落地挂断视频，世界清静了。但刘彬彬居然把我吃火锅的视频截图发到了业主群，群里瞬间炸了锅，太过分了，大家都快饿死了。他还有心情吃火锅，真是个自私自利的女人，见死不救，会遭报应的。王大壮更是直接艾特我：“臭娘们，把吃的交出来，不然老子砸了你的店！”我看着群里那些虚伪的嘴脸，直接将刚才录制的火锅视频发了上去，还配上了一句话：“-40度，火锅配可乐，爽！”整个业主群瞬间死寂。几秒后，楼上传来一声震耳欲聋的巨响。砰！我立刻切换监控，只见便利店门口黑压压的挤满了人，为首的正是那个满脸横肉的王大壮，他手里竟然拎着一把消防斧。开门！把吃的交出来！砰砰砰的砸门声音持续了几个小时，砍砸声和咒骂声终于停了。我摘下降噪耳机，走到门后，通过猫眼看出去，走廊里空无一人，只有地上散落着断裂的棒球棍和一把卷了刃的砍刀。我拿耗费巨资打造的防盗门，除了被蹭掉几块漆皮，连一丝划痕都没有。王大壮和那群乌合之众折腾了半天，最终只能像一群丧家之犬，夹着尾巴灰溜溜的滚了。危机解除，我伸了个懒腰，回到地下室温暖的沙发上，惬意地打开了家里的监控，是时候欣赏一下好戏了。18楼的画面一出现，我就忍不住笑出了声，真是一片狼藉。地上全是空的零食包装袋和泡面盒子，沙发被划破，棉絮翻了出来，看起来像是被洗劫过一样。也对，刘彬彬在群里炫耀我吃火锅，肯定有饿疯了的邻居以为是他家，直接上门零元购了。柳如烟辛辛苦苦囤的那点货，这下全为别人做了嫁衣，活该。镜头里，那对狗男女裹着一层薄薄的破被子，缩在墙角瑟瑟发抖。就在这时，柳如烟像是发现了什么，眼睛里突然爆发出光芒。她颤抖着从沙发底下摸索了半天，掏出了一个黑乎乎的东西，一个发了霉、长满绿毛的馒头。她像是捧着绝世珍宝，迫不及待的就要往嘴里送。可她快，刘彬彬更快，他饿狼扑食一般冲了过去，一把将馒头抢到手里。你干什么？还给我！柳如烟尖叫起来，这是在我家找到的，就是我的。昔日的恩爱情侣，为了一个发霉的馒头，瞬间撕破了所有伪装。我杀了你！柳如烟疯了一样扑上去，趁刘彬彬不备，用尽全身力气，一脚狠狠地踹在他的要害。刘彬彬发出一声不似人声的惨叫，痛苦地弯下腰，手中的馒头滚落在地。
柳如烟一把抢过馒头，连滚带爬地跑进卧室，砰的一声反锁了房门。门外只剩下刘彬彬捂着下面，在地上痛苦地翻滚。我看着监控里这出好戏，只觉得无比的惬意和舒爽。狗咬狗，一嘴毛，这就是他们的报应。我端起手边的热可可，慢悠悠地喝了一口。就在这时，我鼻子动了动，一股若有若无的土腥味飘进了我的鼻腔。紧接着，我感到胸口一阵发闷，我的通风口出问题了。暴风雪已经持续下了1个月。整个城市陷入了彻底的黑暗和死寂，而我的地下室全靠柴油发电机维持着光明与温暖。但最近，地下室的空气开始变得有些不对劲，沉闷中带着一股若有若无的土腥味。通风口出问题了，我的第一反应是，王大壮那帮人又在搞鬼。砸门失败后，他们很可能盯上了我唯一的换气通道。我从墙上取下消防斧，握在手里。我站在厚重的防盗门后，才敢小心地把门推开一条缝。一道冰冷的风雪立刻灌了进来，刮在脸上像刀子一样。外面的积雪已经到了我的腰部，每走一步都异常艰难。我顶着风雪绕到便利店的侧面，通风口就在那里。借着手电筒的光，我仔细检查了通风口的铁丝网，没有被破坏的痕迹。但我发现通风口几乎被积雪完全堵死了，只留下一条极小的缝隙。看来是我多心了。我松了口气，开始用工兵铲清理积雪。就在我快把雪清理完的时候，铲子底下似乎碰到什么软软的东西。我停下动作，用手扒开积雪。在墙角一个破烂的纸箱里铺着几块脏兮兮的破布，一只巴掌大的小猫缩在里面，它的毛是棕黄色的，沾满了血和泥，瘦的只剩下一把骨头。我伸出手指探了探它的鼻息，微弱的几乎感觉不到，它还活着。看着它在绝境里挣扎求生的样子，我忽然想起了上一世被刘彬彬推出门外，在风雪中绝望死去的自己。我犹豫了一下，将它小心翼翼地捧起来，带回了地下室。回到23度的安全屋，小猫的身体慢慢缓和过来，我用温水把它身上擦干净，然后冲了一点奶粉，用针管小心地喂给它。它起初没什么反应，但闻到奶味后，鼻子动了动，开始小口小口地舔舐。看着它狼吞虎咽的样子，我心里某个地方仿佛被触动了。这个小东西比我上一世幸运，以后你就跟着我吧。我摸了摸它柔软的毛，看你这身花纹，就叫你小老虎好了。小猫虚弱地喵了一声，像是在回应。有了小老虎的陪伴，这个巨大的地下室似乎不再那么空旷。它很乖，大部分时间都在睡觉，偶尔醒来会用它那双琥珀色的眼睛静静地看着我，或者用小脑袋蹭蹭我的手心。又过了几天，在我给小老虎喂奶的时候，一直连接着我自备网络和电源的手机突然疯狂震动起来，是沉寂已久的业主群。看来是小区的电力供应奇迹般的恢复了片刻，让那些断网已久的人终于能上网了。里面正聊得火热。听说了吗？18楼那对情侣就是之前在群里卖惨那俩，出去找吃的，男的为了抢女的面包，把女的推下楼了。很快，下面有人回复，我看见他们了，2-3天没回来了，估计2个人都冻死在外面了。我正要关掉手机，又一条消息让我彻底沸腾。之前砸门那伙人也全死了，他们去隔壁小区抢劫，结果碰上更狠的硬茬，被人家团灭了。王大壮也死了，所有仇人都以最不堪的方式得到了报应。我抱着怀里温暖的小老虎，看着堆满物资的堡垒，长舒一口气。持续了整整3个月的极寒风暴终于显现出疲态，气温缓慢地回升到了零下20度左右，天上开始出现灰蒙蒙的太阳。厚重的积雪表层融化后，又在夜晚结成坚冰，像给整个城市露上了一层透明的壳。死寂的城市终于有了一丝活人的气息。我通过监控和无人机观察着外界，幸存下来的人们开始走出藏身之处，小心翼翼地活动。很快，他们自发形成了2个泾渭分明的群体，一个是以9栋楼长，也是前物业经理的老周为首的互助会。他们组织人手清理出一条主干道，搭起了一个简陋的公告栏，上面贴着用木炭写的以物易物的讯息。他们试图在这片废墟上重建最基本的秩序。另一个则是以几个年轻力壮的男人为核心的搜寻队，他们更具攻击性，穿着拼凑起来的简易护具，手里拿着武器，频繁外出寻找物资。他们的眼神里没有秩序，只有最原始的欲望。我没有与任何一方接触的打算，我只是用工兵铲清理了便利店门口厚厚的冰雪，但那扇厚重的防盗门我没有打开分好。一个深夜，小老虎正在我脚边安睡，监控画面里一个身影的出现让我瞬间警觉，是互助会的老周。他独自一人来到我的便利店外，没有叫门，也没有任何试探的动作，他只是在周围观察了一圈，然后将一个黑色的塑料袋挂在了门把手上，便匆匆转身消失在夜色里。我没有立刻开门，我操纵着自己改装的从门上伸出的机械臂，小心翼翼地取回了那个袋子。袋子里面是几盒抗生素，一张用圆珠笔手绘的简易周边地图，上面标注了几个可能有物资的地点以及一些危险区域。最下面是一张字条：小心搜寻队，他们知道你这里有货，有人在打听你，保重。字迹工整，却没有任何署名。我捏着字条，心中警铃大作。几乎是同时，另一个监控画面验证了老周的警告，3个身影正在便利店的另一侧鬼鬼祟祟地徘徊。为首的那个人正是曾在末世初期参与砸门的邻居赵老三。
他现在是搜寻队的一员，他们拿着皮尺和某种工具，正在测量我加固过的墙壁。他们在策划一次更专业的破门。我关掉实时监控，开始回看白天的录像，想找出更多关于搜寻队的线索。画面在搜寻队杂乱的背影中一帧帧划过。突然，我按下了暂停键，在几个高大的男人身影之间，一个瘦削的女人低着头，快速走过。她身上穿着一件明显不合身的宽大男士羽绒服，几乎将整个人都罩了起来。我看不到她的脸，但她走路的姿势，那种略微内八、急促又带着一丝刻意的小碎步，我瞬间感觉一股寒意从脚底直冲天灵盖。这个走路的姿势像极了柳如烟。搜寻队的踩点越来越频繁，也越来越大胆。监控画面里，赵老三带着2个人已经不只是测量了，他们拿着撬棍，正一下下地试探着通风口外围的金刚栅栏，金属碰撞发出刺耳的摩擦声。不能再等下去了，被动挨打，迟早会出事。我翻出了老周留下的那张地图，在背面有一个对讲机的频率，我拿起对讲机调到了那个频道。老周，我是便利店。我的声音冷静，不带一丝情绪。短暂的电流声后，老周谨慎的声音传来：我在。有什么事？我有一批蔬菜快要发芽，还有一些卫生用品。我想换燃料、电池，还有情报。我直接说明了我的目的。对面沉默了几秒，似乎在评估我的提议。可以。老周答应得很干脆。怎么交易？便利店侧面的废弃保安亭，不见面交易。我把我改装过的儿童遥控小汽车开了出来。这辆小车的底盘被我加固过，后面拖着一个结实的小拖斗。我将一箱开始发芽的土豆和几包卫生纸放进拖斗，然后操纵着玩具车缓缓驶向保安亭。全程我都通过无人机和保安亭附近的摄像头监控着周围的一切。玩具车到达后，我用对讲机通知了老周。很快，一个穿着厚重棉衣的人从楼道里跑出来，他取走货物，留下了一个装满柴油的油桶和几板崭新的电池，全程没有抬头，迅速离开。交易很顺利。搜寻队的头目叫刘猛，以前就是个混混，下手很黑。老周的声音从对讲机里传来，开始履行情报的承诺。他们最近确实在策划一次大的行动，目标就是你。我静静地听着，这些都在我的预料之中。还有一件事，老周的语气变得有些犹豫。大概1个月前，有人在小区边缘的雪堆里发现了2个人，一男一女，都快冻僵了。我的心跳漏了一拍，女的被人救了，自称叫柳如烟，现在就在搜寻队里。刘猛似乎很看重她。那男的呢？我追问。男的在和搜寻队的人争执时，掉进了路边破裂的冰窟窿里，再也没上来。刘彬彬，我捏紧了手里的对讲机。柳如烟还活着，并且成了刘猛的人。他果然没有那么容易死。为了麻痹他们，我在下一次交易时，故意操纵遥控车在一个坑洼处侧翻，拖斗里的东西撒了一地，除了交易的物资，还有一大堆被我事先压扁的空矿泉水瓶。通过对讲机，我假装懊恼地让老周的人看到了这一幕，营造出我物资即将耗尽的假象。同时，我开始了我的布置。我在通风口外围最隐蔽的雪堆里设置了由细鱼线连接的半发警报器，一旦有人触碰，地下室里就会响起刺耳的警报。不仅如此，我还将一个大功率的压缩气瓶连接上几个喷头，对准了通风口。只要陷阱触发，零下几十度的冰晶和雪粉混合物就会瞬间喷射而出，足够让任何试图靠近的人喝一壶。那天深夜，我正在给小老虎梳毛，刺耳的警报声突然划破了地下室的宁静。我瞬间站起，小老虎也警惕地弓起了背。我冲到监控屏幕前，只见通风口附近的画面信号极差，雪花点乱闪，隐约能看到几个人影在疯狂地晃动。陷阱被触发了，门外传来一片混乱的叫骂和痛苦的嚎叫，夹杂着压缩气体喷射的嘶嘶声。我立刻穿上防刺服，戴上头盔，一手拿起防爆棍，一手紧握着高压防狼喷雾，守在加固的门后，紧张地听着外面的动静。混乱持续了不到1分钟，突然，所有的声响都消失了，死一般的寂静。我的对讲机里传来一阵电流的杂音，紧接着，一个经过变声器处理的冰冷又尖锐的女声响了起来：“姐，玩这些小把戏没意思，我知道你在下面藏了多少东西，我们来做笔真正的交易吧。”那个经过变声器处理的尖锐女声像一根冰冷的针，刺破了地下室的安宁。我快步走到监控屏幕前，调出陷阱触发前后的所有录像。雪地上留下的痕迹很清晰，这次来试探的只有3个人，但他们行动敏捷，并且都穿着统一的深色防刺服。在他们撤退时遗落的一个背包里，我看到了专业破拆工具的一角。他们是有备而来，而且装备精良。我看着通风口栅栏上新增的几道深深的刮痕，眼神越来越冷。被动等待就是坐以待毙，我必须主动出击，给他们找点麻烦。我的目光投向了互助会，一个脆弱但必要的同盟。当晚，我操控着无人机，像一只黑夜里的幽灵，悄无声息地飞向了互助会控制的那几栋居民楼。我将打印好的传单从空中散落下去，传单上的内容简单直接，揭露了搜寻队计划抢夺所有幸存者物资的野心。下面附上了几张最清晰的照片作为证据，赵老三带着人测量我便利店墙壁，以及他们撬动通风口的画面。这盆脏水必须泼出去，搅乱他们的计划，效果立竿见影。第二天一早，
沉寂的对讲机公共频道里就炸开了锅，幸存者们的恐慌和愤怒像病毒一样蔓延。互助会和搜寻队的关系骤然紧张，我通过无人机远远看到两拨人在清理出来的雪地主干道上对峙，剑拔弩张。你到底想干什么？老周的私人频率里传来了他气急败坏又带着一丝无奈的声音，你这一手是把所有人都架在火上烤，我只是把事实公之于众。我语气平静，不然等他们下一个对付你的时候，你连求救的机会都没有。对讲机那头沉默了。我趁热打铁，我可以提供一部分食物和药品作为社区储备金，由你来支配，帮你稳定人心。作为回报，我要搜寻队的所有情报，特别是关于柳如烟的。必要的时候，我需要你的人帮我预警。这笔交易，老周无法拒绝，一个脆弱的同盟就此达成。接下来的几天，我一边通过老周的情报了解搜寻队的动向，一边通过监控重点观察柳如烟。我发现这个女人很不简单，她很少和搜寻队那帮粗野的男人混在一起，大部分时间都单独行动。她似乎对刘猛并没有表现出绝对的服从，反而拥有一种特殊的地位。更奇怪的是，她对小区的地下管网图表现出了异乎寻常的兴趣，常常一个人在几栋楼的地下室出入口附近徘徊。就在互助会和搜寻队还在为物资分配进行对峙谈判的那个下午，我的地下室里突然传来一阵异响，不是来自门外，也不是来自天花板，声音很轻微，像是金属刮擦，来自通风管道的深处。我的心猛地一沉，我关掉所有音乐，屏住呼吸，循着声音找去。在错综复杂的管道系统的一个检修口，我用手电筒照了进去，光束穿透黑暗，最终定格在管道深处的一个拐角。在那里，有人用刺眼的红色油漆画了一个巨大的箭头，直直地指向下方。箭头的旁边还有2个歪歪扭扭的数字-18。通风管里的红色标记让我惊出一身冷汗。我的安全屋并非密不透风，柳如烟或者说搜寻队里的某个人有办法在不破坏外部结构的情况下进入到我精心设计的管道系统内部。我立刻对所有管道进行了地毯式的排查，每一个接口，每一处弯折，甚至每一颗螺丝都没有放过。结果是没有任何被入侵的痕迹，这比发现一个破洞更让我恐惧。这意味着对方可能掌握着我所不知道的通道。我猛然想起母亲生前跟我闲聊时曾模糊提过，我们这个便利店在几十年前建造时，地下结构挖得很深，好像是为了与附近什么老建筑的旧通道相连，但后来城市规划变更，那些通道早就被水泥封死了。难道没有封死？我从母亲留下的遗物中翻出了一个积满灰尘的铁皮盒子，里面是便利店的老建筑图纸和她的一些日记。我将泛黄的图纸在桌上铺开，结合无人机勘察到的小区建筑布局，一点点地进行比对。一个大胆的猜测在我心中形成，便利店地下室，我所住的18号楼的地下车库，以及小区角落那座早已废弃的早期防空洞，可能存在着某种被遗忘的空间关联。而那个18指的极有可能就是18号楼地下车库的 B3 层。末世前，那里因为潮湿和结构问题一直被闲置着。我必须去看看，与其被动地等待未知的危险降临，不如主动去揭开谜底。我决定进行一次秘密探查。深夜，我来到地下室最角落的一个储藏间，这里有一个早年就被封堵的检修口。我重生后，悄悄地将它从内部改造成了一道可以开启的暗门，门后是冰冷刺骨的黑暗。我深吸一口气，钻进了满是积水和冰凌的废弃管线，这里狭窄、潮湿，充满了铁锈和腐烂的气味。我只能弯着腰，艰难地扶着冰冷的管壁，根据图纸的记忆，一步步摸向地下车库的方向。不知过了多久，前方终于出现了一丝微光，是地下车库第3层的紧急出口指示灯，它还顽强地亮着。我小心翼翼地从一个通风山格后探出头，整个 B3 层一片死寂，只有水滴从天花板渗下，发出空洞的回响。我没有找到柳如烟，但我发现了一些人类近期活动的痕迹，一堆熄灭不久的简易炉灰，几个空的罐头盒，还有墙上用炭笔画出的指向我便利店方向的潦草路线图。在一个潮湿的角落，我踢到了一个东西，是半盒受潮的香烟，那个牌子是刘彬彬末世前最常抽的。我的心跳开始加速，我继续向深处走去，手电光柱扫过一排排承重柱，突然光线停在了一根柱子上，上面用刀深深地刻着一行字，那字迹充满了怨毒和不甘。张小白，你妈欠我爸一条命，便利店本该是我的。落款是柳如烟。我站在原地，浑身冰冷。母亲欠人一条命，这是怎么回事？就在我震惊于这行字带来的巨大信息时，不远处突然传来一阵碎石滚落的轻微声响，紧接着是一阵压抑的咳嗽声。我立刻关掉手电，闪身躲到一根柱子后面。我屏住呼吸，悄悄探出头，借着应急灯昏暗的光，我看到在一个角落的破烂被褥里蜷缩着一个胡子拉碴、瘦得脱了形的男人身影。我慢慢举起手电，再次打开，光柱扫过那张肮脏不堪的脸，那个人影是刘彬彬。我握紧了手里的消防斧，但他似乎完全没有认出我。他的状态极差，眼神涣散，身体因为寒冷和恐惧而不住地发抖。他看到我，或者说看到我手里的手电筒光，只是本能地向后缩了缩，嘴里发出意义不明的呜咽。食物。他看到我背后的背包，眼睛里迸发出一丝乞求的光，给我点吃的。我从背包里拿出一块压缩饼干，
在他面前晃了晃。柳如烟在哪里？我冷冷地问。听到这个名字，刘彬彬的身体剧烈地颤抖了一下，眼神里充满了怨毒和恐惧。那个毒妇，那个疯子，他咒骂着，声音嘶哑，他想让我死。我把饼干扔到他面前，他像野狗一样扑过去，不顾一切地塞进嘴里，噎得直翻白眼。我没有催促，只是静静地等他咽下去。他早就知道要下雪，早就知道了。刘彬彬缓过一口气，断断续续地说着，他做什么预知梦都是骗我的，他从一开始就在算计我。在食物的引诱下和对柳如烟的刻骨仇恨中，我从刘彬彬混乱的叙述拼凑出了一个惊人的真相。柳如烟利用他接近我，图谋我的便利店。末世降临后，他很快就搭上了搜寻队的头目刘猛，似乎是抓住了刘猛的什么把柄，让那个心狠手辣的混混对他言听计从。他逼着刘彬彬外出，去寻找一个所谓的老地方，但刘彬彬失手坠入冰窟，侥幸逃生后，就一直躲在这个废弃的车库里。柳如烟和所有人都以为他已经死了。他想要的不是你那些吃的。刘彬彬的眼神越来越恍惚。是你妈留下的一个旧东西，他说那东西能找到真正的安全地方。他说第一场雪不是结束，我的心脏猛地一缩。他还说了什么？更冷的，会来更冷的。刮黑风的时候，刘彬彬突然神经质地抓住我的裤腿，布满血丝的眼睛死死地瞪着我，充满了极度的恐惧。他变了，他越来越不像个人了。他在找路，从下面去你那里。他说时间不多了。我甩开他的手，将背包里剩下的半瓶水给了他。这个废物的用处到此为止了。我心情沉重的原路返回，无数的线索和谜团在我脑中交织，让我感到一阵窒息。我刚从暗门回到地下室，还没来得及喘口气，异变陡升。我面前的十几块监控屏幕忽然同时闪烁起来，发出刺辣的电流声，所有图像都变得极不稳定，扭曲变形。紧接着，一直保持静默的电台传来一阵嘶哑的杂音，一个男人的声音，断断续续，却带着无与伦比的紧迫感。紧急通知，观测到强冷气团再次南下，预计48小时内。其中一块扭曲的屏幕上，图像挣扎着稳定了一瞬。那是一个楼顶的画面，一个穿着宽大羽绒服的模糊身影正静静地站在天台边缘。那是柳如烟，她正遥遥地望向我便利店的方向。我立刻进入了最高战备状态。我首先全面检查了安全屋的所有系统，备用发电机发出一阵低沉的轰鸣后，平稳地运转起来，为整个地下室提供了双重保障。我将所有通风口的内侧应急密封盖全部锁死，用钢条再次加固，但这只是常规操作。我心里清楚，真正的心腹大患是刘彬彬口中那条柳如烟正在寻找的地下之路。时间紧迫，我必须主动出击。我重新翻出母亲留下的那些老旧图纸和日记碎片，将它们摊在桌上。那枚刻在地下车库承重柱上的名字赵伟，还有那句怨毒的留言，像一根刺扎在我心里。我将上次在地库 B3 勘察到的路线与便利店的结构图进行比对，一个被红色圆圈标注的位置引起了我的注意，那是在地下室最东侧的一面墙体之后，图纸上的标注很含糊，就设备间已封。我立刻拿出了工程探测仪，贴着冰冷的墙壁缓缓移动。当探测仪移动到那个标注位置时，屏幕上的信号图瞬间发生了变化，显示墙体后面确实存在一个巨大的空洞。我无法判断这条通道是否真的与地下车库贯通，但如果柳如烟从那个方向掘进，这里就是她的终点。我没有时间，也没有能力去破开这面墙，我选择了一种更稳妥的方式。我在墙体的不同高度秘密安装了3个高灵敏度的震动传感器和2个针孔摄像头，所有设备都连接到一套独立的备用电源和警报系统上，任何微小的敲击和钻探都逃不过我的监控。做完这一切，我开始有计划地转移物资，将一部分最核心的食物、水和药品搬运到了一个更深、更隐蔽的隔间里，并在通往主活动区的必经之路上设置了几个由钢索和重物构成的简易机械陷阱。这是我的最后防线。窗外，天色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暗沉下来，狂风开始呼啸，卷起地上的积雪。对讲机里，老周冒险传来了最后一次讯息，他的声音焦急万分。搜寻队的刘猛疯了，他正在强行整合所有人，说是要集中资源应对大降温，其实就是在抢劫。我们这边已经打起来了。短暂的停顿后，他的声音压得更低了。你务必小心。我看着窗外再次变得密集的雪花，知道第二波寒潮的前锋已经抵达。地下室里，小老虎似乎也感受到了不安，紧紧地靠在我的脚边。我检查了一遍所有的武器，然后合衣躺在了离东墙不远的行军床上。我睡不着。深夜，就在我几乎要被疲惫吞噬的时候，一阵微弱的声响让我瞬间睁开了眼睛。安装在东墙上的一个震动传感器指示灯正在无声的闪烁，独立的警报器通过耳机向我的耳膜传来了持续、微弱却又极有规律的声音，像是有人在墙的另一头不远处正用什么东西耐心地一下一下地敲击着厚重的混凝土。那规律的敲击声时断时续，持续了一整夜。通过传感器的反馈数据，我能大致判断出声音的源头，在墙后约5到8米的位置，并且在以一种极其缓慢的速度向我的方向推进。对方很专业，也很耐心，没有使用任何大型机械，那会造成巨大的声响。他们选择了最费力也最隐蔽的手工破拆方式，这很符合柳如烟的风格，偏执而且谨慎。
我按兵不动，甚至没有开启对应位置的针孔摄像头，黑暗中的一点红外补光都可能打草惊蛇。我利用这段被动的等待时间，完成了安全屋内部的最后布置，确保即使最坏的情况发生，墙体被突破，我也能退守到最终的堡垒，并且拥有足够反击的手段。白天的到来并没有让情况好转，气温已经骤降到了-50度，暴雪遮天蔽日，整个世界都陷入一片灰蒙蒙的混沌。互助会的无线电彻底静默了，而小区的公共频道里则成了地狱的直播间，那里充斥着刘猛手下粗暴的呼喝，零星冲突中传来的惨叫，以及一些家庭绝望的哭喊和求救。我关掉了频道，我面临着一个选择，是继续保持绝对的隐匿，还是在有限的范围内做点什么。我不是救世主，但我也无法对所有哭喊都充耳不闻。最终我选择了一种折中的方式，我操控着无人机，顶着风雪飞向了几户我记忆中曾有诱饵并且从未参与过砸门抢夺的家庭。我将小份的急救药品和几块高热量的巧克力用塑料袋包好，精准地空投到了他们的窗台上。袋子里还有一张纸条，上面只有一句话：撑住，低温会过去。这个举动风险极高，无人机发出的声响在死寂的暴雪天里可能会被任何人察觉，但我还是这么做了。果然，麻烦很快就找上门来。傍晚时分，风雪稍歇，我正在查看东墙的传感器数据，便利店正门的监控画面里突然出现了几个人影，为首的正是搜寻队的头目刘猛，他身边跟着4-5个人，手里都拎着武器，他们还压着一个人，是互助会的老周。刘猛用一根粗大的铁棍狠狠地砸在我的防盗门上，发出震耳的巨响。里面的看见你玩无人机了。他粗野的声音透过厚重的门板传进来，识相的把东西都交出来，把这个老家伙也给我放了，不然等我们自己进去鸡犬不留。我看着监控，老周被反绑着双手，脸上青一块紫一块，嘴角还带着血。他被一个壮汉粗暴地推到门前，正对着我的摄像头，他的眼神里充满了恐惧、愤怒，还有一丝我读不懂的复杂情绪。就在刘猛再次举起铁棍咆哮时，老周对着摄像头极其微小的摇了摇头。我不可能开门，但老周是因为给我传递情报才落到刘猛手里，我不能坐视不理。我启动了门外的扬声器，用最冰冷的声音打破了门外的喧嚣。放了他，我可以给你们一部分燃料。刘猛听到声音，先是一愣，随即发出一阵狂笑。燃料？老子缺你这点燃料，我要吃的，要药品，把你囤的货交出一半，我就放了这个老东西。我没有理会他的叫嚣，大脑在飞速运转。柳如烟始终没有出现，墙后的敲击声也诡异的停止了。这太反常了，这更像是一个圈套。正门的混乱只是为了给我施压，真正的杀招一定在我看不见的地方。食物没有，只有燃料。我的声音没有一丝波澜，你要就按我说的做，不要我现在就引爆藏在门口的炸药，我们一起死。当然没有炸药，但刘猛这种人惜命。他沉默了，显然在权衡。我继续加码，所有人退到30米外，你留2个人压着老周到东边的保安亭，我用滑索把燃料送过去，我们交换。刘猛骂骂咧咧地同意了。我看着监控里他们不情愿的后退，然后从墙上的武器架上取下了那把改装过的重型弩，我给他装上了最好的瞄准镜和一支碳纤维剑。交易开始了，我将2个装满柴油的油桶挂在预设好的滑索上，松开卡扣，油桶缓缓地滑向30米外的保安亭。刘猛的2个手下全程用枪指着老周的头，我的弩箭则透过墙壁上一个伪装成通风口的射击孔，始终锁定着刘猛的眉心。对方拿到了燃料，打开盖子确认了一下，脸上露出了贪婪的笑容。就在他们略微松懈的一瞬间，我按下了手中的一个遥控器按钮，轰！几声巨大的轰鸣同时在保安亭周围炸响。我用鞭炮和煤粉改装的几个震撼弹，瞬间爆发出刺眼的强光和巨响。刘猛那几个人被这突如其来的变故惊得抱头鼠窜，暂时失去了听觉和视觉。就是现在，一支弩箭带着破空声，精准地定在刘猛脚前半寸的雪地里，箭尾兀自颤动。我通过扬声器发出了最后的通牒：放人，不然下一箭就在你头上。刘猛被这一连串的反击彻底打懵了，他捂着耳朵看着脚边的弩箭，终于感到了恐惧。他咒骂着，一脚踢开老周，带着手下仓皇地向远处退去。危机暂时解除，老周从地上爬起来，对着我的摄像头方向重重地拱了拱手，然后一瘸一拐地消失在风雪里。我知道这只是缓兵之计，刘猛和柳如烟绝不会就此罢休。果然，当天深夜，东墙那令人心烦的敲击声再次响起，而且频率明显加快，变得急躁而疯狂。我正盯着震动传感器的数值变化，眼角的余光却瞥到了另一块屏幕上的异常，那是便利店屋顶的监控。屋顶厚厚的积雪出现了一道不自然的滑动痕迹。我立刻放大画面，一个黑色的身影正借助绳索从隔壁一栋楼的楼顶小心翼翼地向我的便利店房顶攀爬。我立刻冲向屋顶监控的控制台，屋顶是我的防御弱点，但并非毫无准备。我按下一个红色的按钮，安装在屋顶边缘和几个关键承重点的喷洒头瞬间启动，混合了洗洁精和防冻液的冰面润滑剂被无声地喷洒在冰冷的屋顶表面。第一个艰难翻上屋顶的黑影立足未稳，他脚下突然一滑，发出一声短促而惊恐的惨叫，
整个人失去了平衡，从6楼的边缘直接跌落下去。噗的一声闷响，他重重地摔在楼下厚厚的积雪中，生死不明。后面正准备跟进的攀爬者动作顿时僵住了。就是现在，我启动了另一套备用方案，一架此前从未动用过的4旋翼无人机从一个伪装成排气扇的出口呼啸升空。它噪音很大，但在这种时刻，威慑力比隐蔽性更重要。无人机上挂在的强光探照灯瞬间点亮，刺目的光柱将来犯之敌照得无所遁形。紧接着，高压辣椒水喷雾劈头盖脸地喷了过去。屋顶上传来一片混乱的咒骂和咳嗽声，攻势暂时受挫，但警报并未解除。东墙的震动警报突然变得异常尖锐，频率快得连成一片。墙体上一道细微的裂痕在监控画面中清晰可见，他们马上就要突破了。我深吸一口气，知道退守最终堡垒的时刻可能要提前到来了。我果断启动了另一套预设程序。墙角处，几个经过改装的干粉灭火器发出嗤的声响，将混合了辣椒素和大量粉尘的刺激性烟雾通过预留的管道强行灌入墙体后方的通道内。同时，我封闭了东侧区域所有的内门，并启动了该区域独立的强排风系统。墙后的破拆声停止了片刻，随即传来一阵模糊的剧烈咳嗽和愤怒的咒骂。计划奏效了，但下一秒一变陡升，一股汹涌的流水声突然从那道裂缝处传来。对方竟然反向利用了便利店老旧的消防管道，或者说他们直接凿穿了某处我不知道的隐藏供水管线。他们想用水淹了我的地下室。冰冷刺骨的地下水夹杂着泥沙从不断扩大的裂缝中猛烈喷涌而出，瞬间淹没了我的脚踝。我当机立断冲到配电箱前，拉下了东侧区域所有非关键电源的总闸，防止发生短路。紧接着我启动了大功率抽水机，在应急灯惨白的光线下，我浑身湿透，奋力将粗大的排水管拖向另一头的排水口，与那不断涌入的洪水搏斗。水流的冲击力让墙上的裂缝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扩大。透过那道狰狞的缝隙，我恍惚间看到墙后黑暗的通道里似乎有一双冰冷熟悉的眼睛，正隔着奔涌的水流无声地凝视着我。那双眼睛只出现了一瞬，就消失在了黑暗的水流中，仿佛是我的错觉。但墙体裂缝里的水压确实在几十秒后诡异地减小了，源头似乎被人为关闭。我来不及细想，拼尽了全身的力气，将快速膨胀的防水泡沫死死地灌进裂缝，然后用备用的钢板顶在前面，用千斤顶死死撑住。抽水机发出巨大的轰鸣，冰冷的积水被一点点排出。等险情被暂时控制住时，我早已筋疲力尽，浑身湿透地瘫坐在地上，大口地喘着粗气。东墙虽然暂时被堵住，但损伤已经造成，通道口彻底暴露只是时间问题。更糟糕的是，发电机控制面板上柴油储备的指示灯已经闪烁起了刺眼的红色。刚刚为了运行大功率抽水机，消耗了太多宝贵的电力。我意识到，纯粹的被动防御已经到了极限，再这样下去，我被困死在这里只是早晚的事。我必须找到破局的关键。我的目光再次投向了桌上那个属于母亲的旧木盒。我打开它，拿出那枚柳如烟不惜一切代价也想得到的旧东西，一枚造型奇特的黄铜钥匙，以及一张已经褪色的老照片。照片的背景似乎是这个小区建设初期的工地，几个意气风发的年轻人站在一起合影，其中一个是年轻时的母亲，而在她的身旁站着一个神情严肃的男人，他的眉眼和柳如烟有几分相似。我拿起母亲的日记，快速翻阅着，某一页，一行潦草的字迹跃入我的眼帘：防空洞改建时的备用通风井，图纸在赵工处，可能就是参与小区早期建设的赵工。他知道一些不为人知的地下构造秘密。柳如烟的目标可能根本不是我的便利店，而是和这个秘密相关的某个他认为本应属于他的东西或者地点，而那枚钥匙就是关键。我必须化被动为主动。我决定冒险外出，目标不是去和柳如烟硬拼，而是去验证我的猜想，找到那个可能存在的备用通风井，从外部摸清这个地下网络的构造。我看了看温度计，室外温度已经接近零下50度，这种天气出门九死一生，但留在这里就是坐以待毙。我做出了决定，我穿上了我所有装备里最顶级的防寒服，检查了工具和武器，将它们一一装进背包。我把小老虎安顿在了最深处的最终堡垒里，给它留下了足够多的食物和水。我最后看了一眼这个我生活了数月的地下室，然后我深吸一口气，走到了那个早已被冰雪半封住的紧急出口前。我转动了沉重的阀门，用力推开了它。一股能瞬间冻结呼吸的极致严寒扑面而来，外面是一片死寂的白色废墟，被深蓝色的夜幕和狂舞的雪沫所笼罩。我的身影没有丝毫犹豫，迅速消失在了暴风雪之中。零下50度的严寒是一种纯粹的物理攻击，我每一步都陷进其腰身的积雪里，拔出腿，再迈出下一步。这个简单的动作消耗着我巨大的体力，我不敢停下，一旦停下，血液就会被冻结。我只能凭借着对图纸的模糊记忆，在这个早已失去本来面貌的白色世界里辨认着方向。在一处被冰雪几乎完全掩埋的废弃配电房后面，我找到了它，一个锈迹斑斑的圆形井盖。我用撬棍和全身的力气和冻结的金属搏斗了将近10分钟，才终于让它松动。一股稍暖但充满灰尘和铁锈味的浑浊空气从黑暗的洞口里涌了出来。
我没有犹豫，固定好绳索，沿着冰冷湿滑的钢筋扶梯向下爬去。下面是一个狭窄的地下空间，各种管道纵横交错，布满了厚厚的灰尘。这里显然是旧防空洞的一个通风枢纽，早已废弃多年。手电的光柱在黑暗中扫过，我很快发现了一些近期的活动痕迹，一个能量棒的包装袋，还有地上被踩实的通向深处的脚印。我顺着痕迹小心翼翼地向前追踪，在一个岔路口前方拐角处突然传来了低沉的对话声，还有手电光在墙壁上一闪而过。我立刻闪身躲在一根粗大的管道后面，屏住了呼吸。3个人影走了过来，他们都穿着统一的深色防寒服，手臂上的臂章在手电光下能模糊看到应急救援的字样。他们正在检查一处老旧的线路，并用手持设备记录着什么。不是柳如烟的人，我判断了一下形势，从管道后走了出来。对方的反应极快，立刻停止交谈，成品自行散开，手中的武器对准了我。别动！什么人？领头的是一个中年男人，声音沉稳有力。幸存者。我举起双手，表示没有敌意，我只是在找一条路。双方高度戒备地对峙了片刻，那个领队似乎确认我没有威胁，放下了武器。他表明了身份，他们是市里最后一批坚守岗位的救援人员，一直在监控城市的地下生命线，并寻找幸存者。他们早就监测到这个区域有异常的地下活动信号。我用我所知的关于互助会和刘猛搜寻队的情报，换取了他们的一份官方简报。情况比我想象的还要严峻。简报预测，第2波极寒之后可能会有一次短暂的升温，但随之而来的是冰层融化导致的更可怕的次生灾害。短暂交流后，我们分开了。他们告诫我，这里的结构很不稳定，让我注意安全。我继续向着防空洞的更深处走去。在一个堆满了废弃旧文件的角落，我终于发现了我要找的东西，一个印着13件的旧档案盒。我打开它，里面是泛黄的工程图纸和几份事故报告，还有几张年轻的赵工和同事们的合影，以及他的工作笔记。一份处理决定报告揭开了所有的真相。当年防空洞改建工程发生坍塌事故，直接原因是时任项目负责人的赵工未赶工期，使用了不合格的混凝土，并伪造了材料数据。而我的母亲作为当时项目的质检员，发现了问题并坚持上报，赵工因此被开除，并承担了事故的全部责任。之后他终日酗酒，最终在一次醉酒后失足跌入冰冷的河中身亡。柳如烟的仇恨源于他父亲在遗言中对那个毁了他一生的女人的扭曲控诉。长时间的严寒、缺氧和筋疲力尽，加上这突如其来的真相冲击，我的大脑一阵轰鸣。在我失去意识的最后一刻，我仿佛看到那对应急救援人员听到了我倒地的声响，正快步向我跑来。我是在持续的摇晃感和低沉的引擎轰鸣声中醒来的。我睁开眼，发现自己躺在一张行军床上，身上盖着厚实的保暖毯。这里像是一辆重型卡车的车厢内部，被改装成了一个临时的医疗站，旁边还有一些简易的设备在运作。你醒了？一个沉稳的声音传来，是之前遇到的那个救援队领队陈队长。他递给我一杯温热的水，告诉我因为低温和体力严重透支，在地下通道里昏迷了。他们发现我后，把我带了出来。到现在已经过去了超过12个小时。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是市应急部门设立在城郊高地上的最后一个前沿救援站，由几辆大型车辆和临时帐篷组成，他们称之为方舟站。这里收容了20几名从各处搜救出来的幸存者，但所有人的脸上都写着疲惫和焦虑。物资已经到了极其紧张的地步，我的身体依然虚弱，但意识清醒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询问我的背包。陈队长把它递给了我，我立刻打开，确认了里面的钥匙和照片都还在，才松了一口气。我从其他救援队员的口中拼凑出了一个令人不安的现实，他们一直在试图恢复部分关键区域的地下管线监测系统。数据显示，最近几日，城市地下的水位和土壤温度正在以一种异常的速度飙升。结合气象部门最后的预测模型，他们得出了一个结论：第2波极寒的峰值过后，气温将因为某种未知的气候模式发生一次恐怖的急速回升。随之而来的将是积雪和冰层的快速融化，一场波及全城的大规模内涝甚至洪水即将爆发。而我所居住的那个老城区，地势最低洼，排水系统也最老旧，将会是第一个被淹没的地方。陈队长看着我，表情无比严肃。根据我们的计算，留给低洼地带所有人员的撤离窗口可能只有48小时，甚至更短。我的心瞬间沉了下去。我想到了还在地下室里等着我回去的小老虎，想到了那个可能还潜伏在地下执着于复仇的柳如烟，想到了那些我不知道是否还活着躲在某栋建筑里的普通幸存者。我必须回去，尽管身体还没有完全恢复。我向陈队长提出了返回的请求，他极力劝阻，告诉我回去就是九死一生，但我的态度很坚决。最终他没能说服我，他知道每个人都有自己必须回去的理由。他给了我一些有限的帮助，一部充满电但只能在紧急情况下限时使用的卫星电话，一个红色的信号弹，还有几包高热量的压缩口粮。我们方舟站自己也必须立刻向海拔更高的地方转移了。他最后说道：祝你好运。我搭乘着救援队的一辆雪地摩托车，向着家的方向疾驰而去。在接近小区的时候，我让队员停下了车，我远远地望着那片熟悉的建筑轮廓。在灰白色的天幕下，那些曾经被冰雪覆盖的棱角分明的楼体似乎已经开始变得有些模糊。
气温已经开始悄然回升了，冰冷的雪花不知何时已经变成了夹杂着冰粒的雨水，不祥地拍打在我的护目镜上。我回到了小区，眼前的景象已经和2天前完全不同。坚硬的冰层表面覆盖了一层薄薄的水膜，在昏暗的天光下反射着诡异的光。一些建筑的屋檐开始滴水，那单调的滴答声在死寂的废墟里显得格外清晰。空气依然寒冷，但不再是那种干裂的能刺穿骨头的冷，而是带着湿气的阴冷。我的心跳开始加速，陈队长的预言正在一点点变成现实。我冒险摸回便利店地下室的入口附近，情况比我想象的更糟。东墙那道被我勉强封堵的裂缝正在持续不断地向外渗水，地下室里已经有了一层浅浅的积水。小老虎不见了，我焦急地呼唤着他的名字，声音在空旷的地下室里回荡。最终，我在一个高处的货架顶端找到了他。小家伙浑身湿漉漉的，缩成一团，正瑟瑟发抖。就在这时，我的卫星电话发出了一声轻微的震动，是一条来自陌生号码的断续信息。我知道真相了，但那又怎样？这里的一切都该是我的。来地下，我们做个了结，不然我就让这里变成一个水库。是柳如烟，他似乎也知道了气候的巨变，言语间充满了不顾一切的疯狂和毁灭欲。我明白了，如果不解决它，这个疯子很可能会主动破坏本就脆弱的地下结构，加速洪水的到来，甚至拉着所有人给他陪葬。我将小老虎和一部分最紧要的物资转移到了便利店2楼一个相对坚固和干燥的房间，用防水布做好了最后的隔离。然后我带上武器和工具，再一次走向了那个废弃配电房后的通风井。这一次，地下空间已经完全变了样。我能清晰地听到来自四面八方的滴水声和水流在管道中穿行的呜咽声，很多地方都已经有了浅浅的积水，空气里满是潮湿的霉味。我根据信息里的暗示和之前发现的痕迹，在一个巨大的堆满了废弃工程机械的地下洞穴里，找到了柳如烟的临时窝点。我们在潮湿、昏暗、回荡着水声的地下洞穴中对峙。柳如烟形容枯槁，头发凌乱，一双眼睛里燃烧着偏执和疯狂。她的身边散落着各种工具，还有几个明显是改装过的爆破装置。你终于来了！他看到我，发出一声刺耳的笑。他歇斯底里地重复着他父亲扭曲的遗言，指责是我母亲和我夺走了本该属于他的一切。我冷静地将我在档案盒里看到的真相一字一句地告诉了他。柳如烟根本听不进去，他反而狂笑了起来，笑声在空旷的洞穴里显得无比刺耳。真相我不在乎，那就一起沉下去吧。他猛地拉动了身边一根不起眼的绳索，远处传来一声沉闷的坍塌声，紧接着是骤然变大的水流轰鸣。它真的炸塌了某处关键的支撑结构，或者堵死了主排水口。汹涌的地下水瞬间从洞穴周围的多个裂口和管道中喷涌而出，地下空间迅速变成了一条湍急的水道。冰冷刺骨，夹杂着泥沙和杂物碎片的洪水从四面八方涌来，瞬间就淹到了我的腰部。强大的水流将我和柳如烟都卷了进去。我拼尽全力，在浑浊的水中抓住了一根从墙体里裸露出来的钢筋，才勉强稳住了自己的身形。不远处，柳如烟被一个浪头打翻，呛了好几口水。但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依旧死死地抱着怀里那个防水的背包，那里可能装着他父亲的遗物，或者是他认为最重要的东西。求生的本能和决绝的恨意驱使着我们两个人在洪水中挣扎对抗。他几次试图靠近，想把我推向水流更急的地方，我则一边躲避他，一边努力向着我记忆中地势较高的通风井扶梯方向移动。洪水上涨的速度快得惊人，洞穴的顶部开始有碎石和混凝土块掉落。在一次近距离的撕扯中，柳如烟的背包带子被水下一根突出的钢筋给挂住了，他被困在了那里，动弹不得。他疯狂地挣扎，但越是用力，带子在水流的拉扯下缠得越紧。洪水已经淹到了他的下巴，他开始真正的恐慌。我本可以趁这个机会脱身，但在他彻底绝望的眼神里，我第一次看到了一丝属于正常人的恐惧和哀求。那一瞬间，我脑海中闪过了无数画面。最终，我还是折返了过去，抽出刀，准备割断那根缠住他的带子。然而，就在我靠近他的时候，柳如烟眼中的哀求瞬间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闪而过的怨毒和疯狂。他竟然伸出手，想死死抓住我，和我同归于尽。我猛地向后挣脱，就在这一刻，那根背包带子承受不住水流和我们两人拉扯的巨大力量，啪的一声断裂了。巨大的反作用力将柳如烟猛地推向了旁边一个更深、更急的暗流通道入口。啊！他最后一声尖叫，瞬间就被汹涌的水声彻底吞没。他的身影眨眼间就消失在了那片黑暗翻滚的水流之中，再也没有了踪影。我没有时间去悲伤或者庆幸，洪水即将淹没这里最后的一点空间。我凭借着最后的力气和记忆，在浑浊的水中摸到了冰冷的扶梯，然后开始疯狂地向上攀爬。当我用尽全身力气顶开沉重的井盖，重新回到地面时，眼前的景象宛如地狱。整个小区已经变成了一片汪洋，低矮的楼层被完全淹没，较高的建筑也淹到了1、2层。湍急的水面上漂浮着各种各样的杂物和巨大的浮冰，暴雨倾盆而下，加速着这场灾难。我赖以生存的便利店只在远处露出屋顶的一个小角，更远的地方，一些更高建筑的屋顶上，我能隐约看到几个幸存者绝望的身影。
我带着小老虎爬上了提前准备好的充气救生筏，在浑浊湍急的水流中，我们艰难地向着小区里最高的那栋楼滑去。楼顶上已经聚集了10几个人，互助会的老周、救援队的陈队长和他的2个队员，还有7、8个我叫不出名字但面孔熟悉的邻居，其中竟然还有那个曾经自私自利的赵老三。没有人说话，也没有人争斗，所有人都只是麻木地坐着，看着脚下的一片汪洋，在劫后余生的寒冷中，下意识地相互靠近，汲取着彼此身上那点微不足道的体温。暴雨持续了1天1夜，然后渐渐停歇，洪水开始以一种极为缓慢的速度退去，留下了一个被厚厚泥浆和无数残骸覆盖的完全陌生的废墟世界。许多建筑因为长时间的水浸和冰冻融化，结构变得脆弱不堪，墙体上布满了裂痕，所有的通讯都彻底中断了。陈队长说，方舟站也失去了联系，他们成了孤岛。他根据经验判断，短时间内不可能有大规模的官方救援抵达这片重灾区，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将是最艰难的灾后自救。又过了几天，地面上大部分的积水终于退去，裸露出厚厚的淤泥。我回到了我的便利店，地下室已经被淤泥和污水彻底灌满，我囤积的大部分物资都毁了。但幸运的是，便利店1楼和2楼的结构基本完好，一些密封包装的罐头、瓶装水，还有放在高处的工具箱得以保存，这已经是不幸中的万幸。在便利店外一片地势较高、结构相对稳固的空地上，老周和陈队长已经开始组织幸存者们清理地面，用找到的各种材料搭建临时的窝棚。我看着怀里越发依赖我的小老虎，又看了看远处那些幸存者眼中那虽然微弱但确实存在的求生火光，我做出了一个决定。我清点了便利店里所有还能使用的物资，除了保证我和小老虎最基本的生存份额外，我把剩下的绝大部分都搬到了空地上。我把它们交给了陈队长和老周，由他们进行最基础的统一分配和管理。我还帮他们一起建立了简单的卫生和夜间警戒规则。我自己则回到了便利店，开始清理1楼的淤泥，用能找到的木板和钢筋重新加固了门窗。最后，在一个泥泞尚未完全干涸的清晨，我找到了那块被洪水冲刷的有些掉漆的夜不黑便利店招牌，我把它擦干净，重新挂在了便利店的门口。这一次，门没有从里面完全锁死，我只是虚掩着它。这里不再是一个与世隔绝的封闭堡垒，而是一个在这片废墟之中重新燃起的一个微弱的希望据点。它意味着共享有限的资源，也意味着共同面对未来无尽的挑战。我抱着小老虎站在门口，望向远处正在渐渐散去的晨雾和无边无际的泥泞大地。活下去依然是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事，但活下去的方式已经改变了。